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测的这个题目是：有一天科学家他就邀请你，他说，现在呢他已经做出来一个时间之河，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案呢，就是有不一样的区块。科学家说，现在这个时间之河每一个不一样的区块呢，就个别代表不一样的时间段。他说，你可以自由的选一个时间，然后去回溯，或者是到未来，不管是你选的那个时间，都可以进去。所以现在就是凭你的直觉选一个你想要跳进去的那个时间区块。然后呢，这边是一，这样看得到吗？这边是一，这个大的区块都是一，然后这个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11、12，所以总共有12个时间的区块。就是现在呢，凭你的直觉选一个你想要跳进去的那个时间的区块。选好了吗？那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平行时空的你现在过得如何？其实平行时空这个概念呢，就是有人会觉得很质疑，有人非常的相信。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觉得可能不只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可能有很多个。所以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呢，平行时空的你过得如何，它可能就是代表着你现在反映到你现在的状态，以及你未来的状态。也就是说，其实它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借由这个题目，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可以测看看，就是如果平行时空的你过的是那个样子，那回过头啊，你看一下现在的你过得如何，你可以有一个感觉跟反应到，哎，是一样的，还是差很多，还是我可以发展成另外一个样子的那种感觉。我会选到这个第一个这个区块，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其实现在过得呢还算可以，基本上他有自己的位置，然后有自己的权利。那只是说他的个性比较坚硬一点，就是说他不大容许有人去侵犯他的位置，然后也不容许你嘻嘻哈哈随便乱讲话。所以其实平行时空的你呢，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然后他也没有那么好讲话。如果你有事情要找他商量的话，他需要听到你的证据跟理由，然后理由充不充分，有没有符合逻辑。那如果里面其实他感觉事情怪怪的，会有蹊跷的话，他会问得很清楚。所以平行时空的你是一个比较不苟言笑，然后没有那么有幽默感，有时候甚至跟人有距离感的一种状况。他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二我选到的是这个第二个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里他快完成一件事，而且是对于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还差临门一脚，可能他是欠缺了说他少了一点灵感，或者是他少了一点确切最后那个目标跟方向。可是目前为止，平行时空的你他已经很努力，然后也经历了人生很多事情，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的，或者是受伤害，或者是有不小心伤到别人，或者是故意去伤到别人，他都经历过。所以他现在处在的状态是说，他想要去完成跟圆满他那一个辈子，他那一生的状态，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切入点，去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以及他到底要什么。他目前还在寻找。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在学习着怎么样跟人家合作。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做事比较快，比较方便，可是跟人家合作真的好麻烦哦。比如说我要做这件事，我还要等你。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效率可能只要2个小时就完成了，可是他一旦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他就要等一个人、2个人、3个人，然后一个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家里有事，另外一个就说不好意思，我就是比较慢嘛，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我就是不是我最擅长、最拿手，所以我就是比较慢。所以平行时空你觉得有点困扰的是，
他每次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一定牵扯到其他人，然后其他人要跟他合作，他又觉得好麻烦，要等待，所以他目前还在处理，也是到底要怎么跟人家合作的这一块。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现在其实也有一点在用卖弄他的口才跟聪明才智，做一些没有那么合法跟没有那么合乎道德的事情，有点像是，早期你可能会看到市场有些人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从耳朵抓出虫啊，或者是从一些很像在变魔术的感觉，好像就是几个杯子这样子套来套去，要换来换去之后会变出一些很奇怪的把戏，或者是有点像是马戏团是里面的魔术师，还是现在表演在舞台上的那些魔术师一样，把人切成两半之后再组合在一起。所以平行时空的你，其实在做的事情还蛮特别，他是在卖弄一些他的聪明才智跟口才，然后去做一些让人家觉得惊呼不可思议，或者是没办法预料到的事情。那至于那件事情呢，真相是什么，只有当事人知道，只有那个他知道。所以他现在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如果说他影响到你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会有一些邪恶的想法，有可能是从他那边传过来的。如果说你选到的是这个区块，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现在已经一统江山了。他现在是一个很有霸权的人，他可以去指挥别人，然后他也经历过一番辛苦。那这个辛苦就是完全他现在得到的这些胜利跟最后的成果，完全是很符合他自己过去的努力跟辛苦。所以平行时空你呢是一个非常有威权，然后位置很高，然后有事情遇到他就往前冲的那一种，就是领导型的人。所以你可以想一下，现在你会不会也有一种雄心壮志，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如果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现在呢是比较朝着娱乐跟享受的位置在前进，可是他可能会有点心思跑到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会想说，那我偷偷的做一点什么事情，或者是甚至是他可能对于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家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诚实，就是可能有点类似想要节外生枝啊，或者是有点想要劈腿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很聪明，他原本是可以把持得住自己的欲望跟情绪的，但是他最近的想法是有点想要偷偷的尝试做一些没有人，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会去发现的事情。那有人选到这个，选到这个区块，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累积一点成绩跟成果出来，所以他其实最近有在规划说，对于他人生以后呢，他有什么样更长远的看法。那他其实也有人去挺他，也有人就是让他当他的靠山，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蛮稳定的，就是他既有靠山，可是他又想要继续在突破跟往前往上发展，所以他的人生目前是处在一个还不错，就是朝着他的理想，或者是他还没有确切的目标，但是他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算是一个正向发展的状态。而且那这个是区块呢，代表平行时空你现在家庭生活过得非常开心，他就是已经成家立业，然后就是跟家人相处也非常融洽，他的情感方面非常的充足跟非常的富足，所以他觉得现在人生是他蛮满足的一个状态。也许没有非常有钱，可是也没有过得非常贫穷，但是那些对他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他重要的觉得是跟亲人朋友之间的感情很融洽，很开心，那个他觉得是人生真正的富足，他现在还蛮开心的。因为选到的是这个区块，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他现在有点像是经历比较人生平淡或者是低潮一点的时期，可是，有人照顾他，但是他其实心里面觉得还是有点伤痛，或还是有点伤感，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终究会过去，他还在靠着他自己的想法跟意志力，然后还有跟别人同心协力去面对以前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目前他还在思索，跟还在默默的前进，跟处理他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过不去的那个点。如果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里呢，现在在用
有智慧的眼光先暂停一下，然后他在思考，他在思考说这个世界这样运行是对的吗？然后我被要求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然后呢，我应该要照别人的想法去做呢，还是说我应该要顺从我心里面的直觉去做？所以，如果你最近有一些想法或者是灵感，还是说你突然想要静下，或者是有个念头闪过，是关于要去，可能你想要静坐，可能你想要冷静，你想要找一个没有人吵你的空间，安静下来，可能是平行时空的那个他也在想说，他想要找一个安静、没有人吵他的地方思考。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最近会不会有一种想要安静下来，然后不想要旁边人一直吵你的那种感觉？接下来选到这个区块，代表平行时空的你呢，目前已经发现他的处境到底是艰难还是没事。那就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他旁边有一些以前都躲起来的一些小人，或者是对他不利的人都出现了。那其实这样是好事，因为以前那些躲起来伤害他，可能在偷偷伤害他的人都躲起来，所以他没有发现。但是他现在全部都看到，所以他目前在思考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那这些人竟然都是他认识的，所以他也蛮压抑的。那好在是目前的状况对他是有利的，所以他可以趁着这个局面去处理掉原本可能一直有在攻击他，但是他都没发现的那些人。那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一个区块的话，代表平行时空的你现在很开心，因为他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完成不管那件事情大件还是小件，现在对于他而言生活都很稳定，那也没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就是一个蛮开心的状态。然后如果他想要成家立业，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都很开心，因为基本上没有人去干扰他的生活，然后也不会有太多外在的因素再去影响他，所以现在过的是还蛮开心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你跳到时间之河之后呢，科学家说你已经完成，你可以离开的时候，他开了一个大门，可是门非常奇怪，它有非常多的色块。这个时候呢，现在凭你的直觉，你就选一个你会眼光眼神一直想要停留在上面的那个图案。这边是1、2、3、4、5、6、7、8、9，所以有9个区块。现在凭你的直觉选一个，这个是光，然后这个是门框，所以不要选到门框跟光。选好了吗？这个问题是在问说，你要做什么呢？可以去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第一个，代表说，你要学着去了解，金钱不是生命的所有，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从一点点钱开始去布施，或者是给有需要的人，就算只是1块钱也都可以。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去理解到，其实金钱虽然重要，但是它不是生命的全部。就算给人家一点点，你也不会真的变得一无所有。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转念这个动作跟念头一起转的过程，可以去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不会纠结在同一个问题上，或者是可以突破它目前的盲点。那如果选到这个第2个区块的话，代表，如果你想要帮助平行时空的你自己的话，你可以透过不要再那么在意，就是关于享受、享乐，然后呢，对实质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的娱乐，比如说你玩的游戏，它其实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或者是你看的电视，其实那个节目呢，跟你的人生没有正能量，或者是说它没有办法真的让你觉得有什么感触，还是吸收到什么知识。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你的娱乐活动，或者是你闲暇在做的事情，其实没办法帮助到你的话，你如果先暂停，不要做这些事情，做一些可能真的对别人有帮助或对你自己有帮助的事情，就可以无意间就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可以脱离他不喜欢的那个状态。如果说你选到这个区块的话，
代表如果你去学习着怎么样跟人家合作，帮助别人，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主动付出，你可以的，就是你厉害的那个部分，你的技能还是你的脑袋、你的知识、你的想法。如果说你主动去帮助别人，然后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你无意间就会帮助平行时空的你自己解决他目前的困难。如果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如果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达成一种和谐跟平衡，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健康要同时跟维持好友谊关系同时平衡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可能你平常就已经觉得很累，然后可是你的朋友呢，如果随着你不去经营，然后不去跟他们联络，他们就会渐渐的离开你嘛。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平衡生命中不管是哪一个部分，除了健康跟朋友之外，也许你还有其他你想要经营的那一块，可能是爱情啊，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有可能是你想要跟家人多和谐的交流，这种各种不一样面向的区块，如果你可以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话，就可以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自己。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如果你现在可以突破住困住你的那些观念跟想法，也就是说，你其实想法里面有一些观念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或者是你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你习惯说就是自己吃亏没有关系，然后好处别人拿走没有关系，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好也无所谓。虽然说这种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一直以来只是习惯，你没有去了解到这些话语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它背后真正的意思是说，你可能现在遇到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生命中应该有更大的目标，或者是说你现在遭遇这些事呢，只是因为你心里面有那些念头，所以你就引发外在环境给你这些你感觉不好的事件。可是如果你没有了解到真正这些事情发生在教育你什么的时候，你只是一昧的去容忍，你其实有生气在里面，生气在心里面，可是你如果只是一昧容忍，你没有真的释怀，你没有真的跳过去说哦，就是我懂了，所以我没关系，你没有真的放下的话，这些事情也会同时影响到平行时空的你自己，导致他有时候会觉得心里面很郁闷，就是觉得好像有事情卡住跟忧郁的感觉。如果选到的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你要帮助平行时空的你自己呢，就是你要放松心情，就是不要太紧绷，觉得有事情来的时候就把压力都往身上扛，然后也不去希望别人帮助你，然后别人要主动帮助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拒绝对方，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就是我不需要有人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还是谁来帮助你。那如果你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不只是你的平行时空那边也会觉得有压力，你现在你的旁边的同事还是朋友也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好像每次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都不接受人家帮忙，可是别人有事情的时候，你都去帮人家，所以导致就是不管在哪一个环境的人都觉得压力很大。如果你选到这个区块的话，代表你可以做到帮助平行时空的你的方式是认真工作，就是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的脚踏实地，然后认真工作，然后积极向上，这些优点就是别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优点。那如果你继续的去努力的钻研跟继续发展这些优点的话，是可以在无意间帮助平行时空的你度过他现在觉得是困难的事件。那如果选到是这个区块的话，代表你现在可以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的方式是，有了想法跟目标就定下来，不要三心二意，因为你三心二意的时候也会导致平行时空的你觉得心里面很浮躁浮动，他会不清楚他现在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然后或者是你现在实际上你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重心，生活没有重心，导致你很茫然。所以如果一旦你有真正的想法，想清楚了，想久一点没有关系，你就想清楚，你想清楚定下来之后，觉得那个是你真心想要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无意间也帮助到平行时空的你。如果选到最后这个区块的话，代表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坚定你的思想，然后呢，坚定思想之后，捍卫好你的权利跟义务，就是说你要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
然后呢，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是我，所以我现在做的决定、做的决策，然后我想要什么东西，你给我什么东西，我们都讲清楚。所以其实是比较严厉跟比较直接，还有一点强悍的角色。那如果你可以摆出这样子的态度，以及实际上你做得到这些事情的能力也都有了，这样其实也是无意间帮助平行时空的你自己。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测的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喜欢喽。